哈喽，大家好，我是地理，好久不见。这一期我们来聊咖啡。这一期主要想来跟大家说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聊一下我们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 Aikawa 烘豆机，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我最近把它卖了。第二，我想告诉大家平时我买咖啡豆的方法，如何用有限的钱买到更多种的、更奇特的咖啡豆。第三，我想来聊一聊最近我喝到的一些咖啡，我的一些想法。好，那么就从第一个开始吧。Aikawa Home 这个话题现在说起来真的很尴尬，因为我还记得我2年前，我还信誓旦旦的拍了一集 review 来夸赞它有多么好。可是呢，没过多久就发现啪啪打脸。可能我在前2年应该用那台机器没有超过5次吧。最 bug 我的地方其实就是，即使我用 Aikawa 他给我推荐的参数去烘那些豆子，就是不好喝。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咖啡的好喝和不好喝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不好喝的原因可能是它的生豆也是不是说质量特别好的生豆，所以在我喝完它以后，我没有那种觉得哇这个豆子一喝哇不得了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这种自豪感。即使是我可以从一些网站上去买一些非常好的生豆，我拿回来我也是一头雾水，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烘。因为咖啡烘豆真的是另外一门非常复杂的一个学科，它里面有很多的参数，反正我真的就有点心累，我是不想学，而且我也不感兴趣。最好笑的其实就是今年，我看了很久没有用，已经落了一层灰的咖啡烘豆机，我突然有一种很悲壮的心情，我想要努力学习烘豆，于是我就从网上买了一本咖啡烘豆的科学，拉反了，咖啡烘豆的科学。可是呢，然并卵，我还是放弃了。所以我就想着，既然我真的对咖啡烘豆没有爱，那我就把它卖了吧。于是呢，我就把我的烘豆机2手卖了，觉得家里清静了好多，这个负担从此就放下了。所以说到底，为什么我卖了我的 Aikawa Home 呢？可能是因为它不够 Pro 吧。所以呢，如果你跟我一样，你特别在意的是你喝到这个杯咖啡的味道，而不是你享受烘豆的这个过程的话，真的不建议你买这个 Aikawa Home 这个版本，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参数它是不能调的。但是如果你是买 Aikawa Pro 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咖啡生豆进口商，他会卖给你咖啡生豆的同时，他会给你提供他用 Aikawa Pro 烘焙的那个参数曲线，所以你可以在他给你提供的那个参数曲线上面去调整你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机器不便宜，入坑要慎重。第二，我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咖啡烘焙商。从这些烘焙商这里，你可以买到非常特别的、很珍贵的、比赛级别的烘好的咖啡豆，非常好喝。而且并不是一买就是一大袋，它基本上都是分成40克或者是50克的那种小袋装。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比如说100块钱的预算的情况下，我不需要花100块钱去买1大包或者是2大包，可能我可以买10种甚至是20种小份装的咖啡豆。这样的话，我可以用有限的钱来尝到不同的比较特别的一些咖啡豆。第一家强烈推荐的是 Prairie Lily。其实这家店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但是当时推荐的时候呢，它的网站是在一个 maintenance 的阶段。最近我发现它有重新开放它的一个网站，而且它上面真的多了好多的咖啡。它的网站里面有分 Single Origin Espresso 和一个90 Plus 系列。在这个90 Plus 系列里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Geisha 或者是一些 Southern Rosé 这种比较珍贵的豆子，而且这些咖啡豆真的都是一些比赛级别的，比如说像那个 Finca Deborah。它有一个 Echo 和 Illumination 都在这个里面有包括。这一次我发现它的网站更新以后，我就从它的90 Plus 系列里面买了好几包回来尝，真的很棒。其实我算了一下，因为它每一包都是50克，而且这个价格我跟其他我之前会买的一些商家对比，它的价格我觉得会便宜很多。它的包装其实都是比较简陋，都是手写，而且它的设计，它的 branding 上面没有其他大家听的比较多那些品牌的那么 fancy， 但是他们家的出品真的很棒，
这家店的 owner Terry 他其实是一个烘豆非常厉害的人，他之前烘豆有拿了很多奖。然后这一次2021年世界咖啡师大赛呢，他有帮其中的一个选手烘豆，这老板也挺健谈的，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通过 Instagram 就问他就好了。反正我是觉得他们家真的很不错。如果你真的对那些比赛级别比较罕见的一些豆子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 Prayer Lily 这家店关注起来。然后第二家我最近买的是叫 Seth Taylor。这家店它有卖一些一套装的，比如说3包 Finca Deborah、3包 La Pet， 或者是3包 La Esperanza 的不同的品种的豆子卖成一个 set。这样的话，其实大概每一个 set 也就是60块钱左右，你可以喝到3种不同的咖啡豆。我觉得这种体验也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总的来说，它真的也还算贵。我觉得，是挺贵的啦。还有一家是 Rogue Wave，其实如果你有关注我这个咖啡主题很久的话，你知道我经常从他那买90 Plus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众但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咖啡豆。对，那一家相对来说，我觉得价格会比 Prayer Lily 要稍微高一点点。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月我喝到的一些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咖啡10月份我真的喝了好多咖啡。一是我从 Prayer Lily 那买了很多，二是我朋友从日本又给我寄来了一大堆，所以整个10月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一个咖啡的盛宴。先说第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吧，那就是来自 The Rabbit Hole Coffee Roaster 的一个也门尼亚。如果你是咖啡发烧友的话，你肯定听过了也门尼亚。也门尼亚是2020年在也门新发现的一个咖啡的母种。所以这个也门尼亚的这个母种的发现，它完全的改变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咖啡的族谱的样子。反正这个也门尼亚我就不多介绍了，之前 James Hoffman 有发专门的一集访谈来介绍这个也门尼亚的，我会把链接贴到下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哦。对了，那个哔哩哔哩有中文字幕的，所以我就贴个有中文字幕的也在下面吧，方便大家理解。其实我发现他们家有也门尼亚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蛮欣喜的。它这一袋是100克，30块加币吧，也不贵。这个豆子真的喝起来跟之前我喝到的真的都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特别。它喝起来真的是有很多的那种比较深色水果的味道，我喝到了很多莓果的果酸味，而且它的那个醇厚度真的很棒。我喝到了一些大麦茶的味道，属于那种比较温润的咖啡，有点像是红茶那种很滋润的感觉。而且它的味道里我也喝到了一些桂圆的味道。总的来说，这个咖啡真的是很特别。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哦，现在他们家还是有卖的，我刚刚录这个视频之前我有查一下。对，第二呢，我想来说一说我最近在 Prayer Lily 家喝到的咖啡。我要强烈推荐 Finca Deborah 的 Illumination 和 Echo。 看一下我的笔记， Finca Deborah 这两支真的非常的甜，我怎么冲我都冲不出来苦味。基本上我之前好像是用了12克左右，冲了4分多钟。然后 Prayer Lily 老板跟我说，他所有的给下他基本上都是冲4分多钟，也真的是非常好喝。就话不用说太多，就是买就对了。然后还喝了2个叫黑羊的 Black Sheep， 有 No.1 和 No.2。这2个相比 Finca Deborah， 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还是会更喜欢 Finca Deborah， 但是俊仔会更喜欢黑羊系列，因为黑羊它的酸度要比 Finca Deborah 的稍微低一点点，也是很多的那种大麦茶的茶感，比较温润的口感，酸度比较低，也是不苦的，也蛮好喝。其他喝到的我觉得就还好，对，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喜欢喝发酵味比较重的那种人，所以我会觉得黑羊和 Finca Deborah 这4款豆子都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尝试一下的。然后要说一下我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贵的豆子，就是在这个月出现的 Rogue Wave 卖的90 Plus 庄园的 Cooler，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读对， Cooler I don't know。 Anyways， 这个多少钱呢？这个大概是一小包40克，60几块吧，好像是65块左右加币，真的很贵，感觉我的肾都在流血。说说看这个豆子吧，这个真的是喝起来好特别，完全不像是在喝咖啡。我对这个豆子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在喝止咳糖浆，真的很像止咳糖浆，因为它里面那个薄荷的味道非常的明显，而且它也会有带一些草本的那种味道，就是一种喝下去一言难尽。我不能说它不好喝，它是好喝的，它的层次非常的复杂，它有很多的味道在里面，但是真的就很不像咖啡。后来我跟我的咖啡小伙伴分享了，我们总结出来的它最像什么 elderflower 味道的
Gin and Tonic， 上面放了一片薄荷，再加一些草本的一些味道在里面。反正这一只豆子真的，蛮贵的啦，值不值这个价格呢？我不知道，但是就还蛮特别的。抛开价格不说，可以去试试看。对了，如果你要去 Rogue Wave 买豆子的话，你可以顺便也买了 90 Plus Ryan 的 Licello， 他们现在又上新货了，真的很好喝。再来说一下从日本来的 Lilo Coffee 的豆子吧。这次我的朋友一共给我寄了6包，每一包100克。这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浅烘，有一支深烘，一支印度的深烘豆。而且我查他们官网，他说那支豆子是他们所有的咖啡里面烘的最深的一支。果然，我一拆开包装，哇，我感觉这个豆子就是刚刚油炸过捞上来，油光发亮。而且我觉得特别好奇的是它的豆子，它这个印度的深烘，它真的豆子长得特别漂亮，亮棕色，然后还满面油光的那种感觉很喜庆又很油腻。对，不过呢，味道呢，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欣赏深烘的味道，所以好不好喝我就不说了。然后这一次的豆子有一支我是从来没有喝过的，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豆子。然后这个豆子喝起来明显的就觉得它的那种 vegetal 的那种味道比较多，然后它把这个 vegetal 定义为无花果的味道，我也可以觉得它是无花果的味道了。就觉得还蛮神奇的。总体来说是一个还蛮平衡的一个豆子，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还不错吧。这一次 Lilo Coffee 他们10月的拼配叫红叶，它用了3种巴西、一个印度尼西亚和一个缅甸的豆子拼配，然后真的就是那种喝起来真的就很秋天啊，觉得很 cozy， 而且它是属于中到深烘吧，我会说，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它有太多的烟熏味，它也不苦，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明亮的像那种橙子味的酸，让我觉得喝起来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一次6个咖啡里面，我最喜欢这个红叶 ，surprisingly， 居然最喜欢拼配。然后这一次 Lilo Coffee 它的包装真的让我觉得哇，眼前一亮。真的都长得非常的漂亮，它这些手工画的这些食物啊，让人一看就很有食欲。而且不得不提的是，它每一个咖啡后面的这个卡片，它做的很用心，它把它的味道从前端一直到后端，它的那个风味的变化过程，它都有写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用心的。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了。我在北美我没有看过哪一家咖啡烘焙商有把他们的咖啡卡片做到这么用心的。那么这一次的咖啡更新就先到这里，希望这一期的更新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请麻烦帮我订阅一下哦。好了，祝大家喝咖啡喝得开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